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和女友相恋5年后，我准备向她求婚。为了让她有安全感，我把500万彩礼说成是她买彩票中的。当天，我的手机弹出一条国际饭店的消费记录，我以为是女友要给我惊喜，赶到时却看到女友在向她的白月光求婚。我攥紧拳头，在台下质问，却只得到她冷冰冰的回复：林宇，我现在中了大奖，你觉得你还配得上我吗？亏你还是个男人，怎么，难不成还想花我的钱？我看见女友嫌弃的眼神，笑出眼泪。没有我看谁给你对500万的大奖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老板，那张彩票作废。彩票店的老板乐呵呵地说：求婚成功了吗，小伙子？我嘲讽一笑，挂断了电话。台上的何婉柔穿着婚纱，正满眼柔情地看着邓轩。5年前无情抛弃他的白月光，中了彩票之后，何婉柔却第一时间带着戒指头纱向他求婚。看见一脸冷漠的我，何婉柔厌恶地撇了撇嘴。之前为了不拖累轩哥哥，我只能跟着你吃苦受罪，但现在你已经配不上我了。林宇，或许我之前的某些行为让你产生了不切实际的想法，但是我从来没有爱过你，你死心吧。何婉柔挽住邓轩，当着我的面羞怯地送上一吻。听见耳畔此起彼伏的喝彩声，我只觉得荒谬。原来他半夜穿着睡衣来敲我房间的门，跟我哭诉前男友抛弃他相亲白富美，眨着泪珠说：宇哥哥，你有钱了，不会这样对我吧？在得到我的承诺后，主动依偎进我的怀里，这些都是我的异想天开，成了我一门心思纠缠他，心里好像有数百根针在狠扎。我抿直了唇，所以你只是把我当备胎，这5年来你都在骗我。何婉柔面上划过一点不自然，但稍纵即逝，不屑地说道：要不是你求着我，我才不能跟你浪费这5年呢，连彩礼都凑不齐，还妄想娶我。何婉柔的每一个字都像一块冰锥向我砸来，我满肚子的质问都被冻住，心也跟着一寸寸变冷了。何婉柔家里还有个弟弟，一家人都趴在他身上吸血，所有工资都得上交，以后还得用彩礼给他弟弟买房子买车。我跟他在一起后，他家里人默认为我也得出钱，还没结婚就已经使唤我做事，琢磨起用我的工资给他弟弟买这买那，逢年过节的好烟好酒，他妈想吃个榴莲都要我来付钱。每次何婉柔都娇娇弱弱地看着我，在家里受了委屈只敢告诉我，我心疼这个被不公平对待的姑娘，也默默忍耐了下去。可是现在何婉柔却说我连彩礼都凑不齐，她忘了她弟弟娶媳妇的彩礼都是我给的。可笑。邓轩搂着何婉柔，一脸看好戏地瞪着我，眼里的恶意不加掩饰。知道柔柔中了500万，马上跟过来了，真是跟狗一样啊，真不要脸。柔柔都是我的未婚妻了，识相的话就别来纠缠我老婆了。说完还宣示主权的在何婉柔屁股上拍了拍。以往我想在家里亲一下都攥紧衣服，说自己保守的何婉柔此刻却满脸红晕地看着邓轩。原来爱跟不爱是这么明显。我冷笑了一笑，不想让他们这样好过，故意说：好啊，我现在就走，你把彩票给我。何婉柔立马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尖着声音：林宇，你想钱想疯了吧？我中的彩票凭什么给你？这样吧，你现在给我和轩哥哥敬一杯酒，我还能考虑给你分500。何婉柔声调里不加掩饰的嘲讽和奚落，让我全身气血翻涌，却强撑着说：
你忘了彩票钱是谁给的吗？你要不去学法，法律规定是谁付的钱，中的奖就归谁。看见何婉柔发白的脸色，我终于小小出了一口气。但是号码是我选的，钱就应该我拿。我和彩票店老板早就说好了，不管何婉柔选的是什么号码，都会告诉她中奖了。现在她却自以为是自己运气好。我理了理衣领，这笔钱该归谁，咱们就让法院判定吧。一旁的邓轩却再也忍不住了，毕竟他同意和何婉柔订婚，为的就是这500万。他眯了眯眼睛，狠声道：有我在这，不会让你这么欺负柔柔。要不你自愿放弃彩票，要不你就别想走。何婉柔感动地看着邓轩，看着这个为自己遮风挡雨的男人。我转头冷嗤了一声，下一秒，邓轩挥着拳头向我冲了过来。见他先动手，强忍的怒气如火山般瞬间爆发，我立马照着他的脸砸了过去。邓轩结结实实挨了我这一拳，嘴角立马溢出鲜血。轩哥哥！何婉柔惊呼出声。邓轩挣扎着爬了起来，立马朝我扑过来。此刻肾上腺素的飙升让我已经失去理智，只想把面前这2个人撕碎。邓轩，你这个畜生，不仅在背后陷害我，现在居然还撬我墙角，简直欺人太甚。我平常有健身的习惯，把邓轩按在地上，掐着他的脖子不停挥拳。这时我突然听见何婉柔叫了我一声，我转过头去，一只花瓶朝我砸了下来，花瓶在我的头上4分5裂，碎片划破了我的额头，缓缓流淌下一道鲜血。趁着我分心，何婉柔抱住我的腰，就把我往后面拖。林雨，你就是个暴力狂，我居然会在你身上浪费5年的时间。昨天还对我嘘寒问暖的女人，今天却为了另外一个男人侮辱取笑我。我来不及感到悲凉，被我打翻在地的邓轩站了起来，趁着我额头受伤，腰被何婉柔抱住，他开始一拳接着一拳朝我打了过来，嘴角渗出血迹。我想还手，却被何婉柔死死抱住。我倒在地上，身体各个器官都传来疼意。邓轩朝我脸上猛地啐了一口。林雨，学校的天之骄子，现在却跟死狗一样躺在地上。当年不是眼高于顶吗？现在又怎样？连女朋友都保不住。最后这句话是邓轩靠近我耳朵小声说的。我急促地咳嗽，想站起来挥拳，却看见何婉柔张开手臂，牢牢护住邓轩，对着我大声指责：你别太过分了，浪费我5年的时间，现在还来破坏我的订婚宴。知道我为什么不喜欢你吗？因为你太自私了，从来不知道为别人考虑一下。我捂住疯狂跳动的心脏，只觉得寒凉一片。5年的忍让和付出，回报就是他和别的男人的订婚宴。我彻底死心了。我吐出一口血水，冷漠地看了何婉柔最后一眼。等等，走之前把这份协议签了。邓轩叫来参加订婚宴的亲朋好友，挡住我离开的路。我看了一眼，是自愿放弃奖金同意书。2个二货根本没有中奖，哪来的奖金？我勾起唇角，冷冷地说：要奖金，你们拿着彩票店去兑奖啊！没想到何婉柔误解我的意思，她眼眸一转，从手腕上取下一个东西。林雨，你要是不签，我就砸了它。我抬眼看过去，立马目眦欲裂。那是我的传家手镯，是给每代新媳妇的。当时我妈很不喜欢何婉柔和她的家人，但是在我的坚持和保证下，妈妈拗不过我，还是把手镯给了何婉柔。我还记得当时我把手镯送给何婉柔，并告诉她寓意的时候，她伏在我的肩头轻轻哭了，并向我发誓：雨，我会永远爱你，
做好邻家的媳妇。我将她视若珍宝地抱在怀里，心里在预想我们的幸福未来。可他现在却带着她来参加这样一场订婚宴，甚至变成威胁我的一把利器。我气血翻涌，一口血吐了出来。何婉柔，你怎么敢？何婉柔得意地笑了，将镯子高高地举起来，做出要砸的样子。刚才不是挺威风的吗？现在知道错了吧？赶紧牵了走人，要不然我立马砸了。一个不值钱的小玩意就想把我打发了。林雨，你跟你那个妈一样，就是看不起我。我快要把牙齿咬碎，哑着嗓子说，你别动，我签。在10几双眼睛的注视下，我在那份协议上签了字。看见何婉柔心满意足地笑了，那只高举的手也放了下来。我抓紧外套，目光死死地盯着玉白手镯，字也签了，把镯子还给我。何婉柔不屑地笑了笑，没见过钱的穷酸样子，你这辈子也比不上轩哥哥。就在我准备接过的时候，一只大手突然出现，抢了过去。邓轩将镯子拿在手里打量，挂在指头上来回晃悠。这种破玩意，你也好意思送给柔柔？边角料做成的镯子，当垃圾也没人要吧？我现在不想计较邓轩对我的贬低，只想把镯子要回来。一字一顿道：还给我。终于看到我脸上的情绪如同冰层破开。邓轩来了兴致，当我看到他脸上的恶趣味时，一种不好的预感突如其来。还没来得及上去抢，邓轩突然往地上一掷，当啷，莹润完整的镯子碎片在地上迸溅开来。我大吼一声，想扑上去接住，但是来不及了。我眼睁睁看着祖宗传下来的镯子被人毫不留情地摔碎，我眼眶通红，心仿佛也碎了个彻底，全身力气好像都被抽光。我想到妈妈对镯子视若珍宝的样子，我不仅没有好好珍惜，还让别人糟践了它。喉头翻涌，铁锈味在口腔蔓延，一滴眼泪从我眼角滑落，像是欣赏够我脸上绝望的表情。邓轩从皮夹里拿出2张红钞，照着我的头扔了过来。这是对你破坏我和柔柔订婚宴的惩罚。还有，别在地摊上随便买个镯子，说成家传宝就送，真不嫌磕碜。就这成色，200都多了。我抬头看着得意的2人，眼里迸射出强烈的恨意。我不会放过你们俩的。何婉柔，这些年给你花的，给你家花的，我会一笔笔讨回来。作践我的真心可以，但是你不该摔我的镯子。说到最后，我几乎是喊出声。听到我要把钱要回来，何婉柔脸上终于出现了慌乱，但想到包里的彩票，她又有了底气。真不要脸，分手了还要还钱，能有几个钱？到时候还你就是了。我冷笑几声，等我把账单扔到何婉柔脸上，她就不会这样说了。我跪下来，小心翼翼地把碎成几块的镯子拼起来。还有，这只镯子是真玉，我会拿去鉴定，我要你们照价赔偿。邓轩大笑了几声，就这种料子还去鉴定呢？不就几百块钱，赔给你就是了。他摆了摆手，叫门口的保安把我拖出去。何婉柔挽着邓轩的胳膊，鄙夷地看着我，像看着路边的垃圾。转身对邓轩柔声说：轩哥哥，不要让这种人坏了心情。明天我们就去兑彩票，环游世界度蜜月。真好，你又回到了我身边。从酒店出来，我直奔古董店去鉴定，确定好取鉴定书的时间，身上的伤都没来得及上药包扎。回到我和何婉柔共同居住的房子里，看着以往精心布置的一切，现在都像一个个耳光抽到我脸上。为什么早没有看清何婉柔的嘴脸？连累祖宗和我一起受辱。把东西收拾好，
没有任何留恋地走了出去。现在最重要的是让何婉柔和邓轩付出代价，挽回损失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的手机就不停在响，一接通是彩票店老板，让我赶紧过去一趟。你女朋友和一个男的非要对彩票，还说我吞了钱，你没告诉他们没有中彩票这回事吗？原来何婉柔带着人一大早就来兑奖，帽子口罩一个没落。何婉柔从怀里拿出那张皱皱巴巴的彩票，强压着激动的心情：老板，我中了500万，赶紧把钱给我。老板先没认出来，等把彩票接过去，一见上面的号码就说：你男朋友没把钱给你吗？一听这话，何婉柔瞬间炸了：你凭什么把我的钱给别人？老板愣了愣：话不能乱说呀，那500万是你男朋友的，他想向你求婚，但怕你有压力，才找我骗你说中奖了的。什么？何婉柔顿时瞪大了双眼，老板的这句话就像是一道惊雷，在他脑海中突然炸响。邓轩在旁边听见，立马把帽子一掀：什么？没中奖？没有500万？他震怒地看着何婉柔，立马开口质问：你不是说你中了500万，让我跟你订婚？你用这钱当嫁妆，感情你骗老子婚呢？不要脸的小贱人！何婉柔愣在原地，委屈地摇头：轩，我怎么会骗你呢？突然眼睛一转，想到了什么，肯定是林雨，他把我的钱领了，串通老板来骗我们的，想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何婉柔疯狂给我打电话，但是我早就已经把他拉黑了。何婉柔的弟弟也跟着来了，染着一头黄毛，直接抓住老板的衣领：敢骗我，信不信我带人砸了你这个店？500万，一分都不能少，我等着这钱买房子娶老婆。感觉被骗婚的邓轩听到这话，立马阴恻恻地问何婉柔：这钱你要给你弟弟花？何婉柔赶紧抓住了邓轩的手，哭得梨花带雨：轩哥，你放心，只给买房子的钱，其他的都是我们的，你别离开我。邓轩一巴掌把何婉柔摔倒在地上：我妈早就说你们这家人都是吸血虫，要不是看在你中了500万的面子上，我怎么可能会跟你订婚？现在不仅没中奖，以后还得拿我的钱补贴你娘家，是吧？何婉柔，你真把我当林雨那个笨蛋糊弄呢？何婉柔的小弟也不甘示弱：姐夫，你这样说就不对了吧？我姐一个大活人，送给你当媳妇，你照顾我们一家人是应该的呀。婚都定了，你还想反悔吗？邓轩甩开何婉柔的手，冷声道：说到订婚，你先骗了我，就别怪我不留情面了。婚事取消，昨天订婚宴的钱，你们家全部承担。何婉柔立马哀嚎了起来，抱着邓轩不肯撒手：轩哥，这里面肯定有误会，我不会骗你的，我真的中奖了，你给我一点时间，我立马报警让林雨还钱。何婉柔这边忙着安抚邓轩，他弟弟已经等不及要见到钱了，直接掏出来一把砍刀。老板看这架势，立马报了警。我们之间的事不该波及别人。我穿好衣服，顺路取了鉴定书，来到彩票店的时候，里外已经围满了人。一看到我进来，何婉柔立马来了神气，指着我说：警察同志，就是他偷换了我的彩票，让他全额赔偿我的损失啊！我冷笑了一声，从告诉你中奖的那一刻，你就把彩票捂得紧紧的，谁能偷换？况且我当场就叫你兑奖，你怕我分钱，找个借口就溜了。何婉柔，你当我不知道你的小心思吗？何婉柔发了疯，就要冲上来打我，警察及时拦住了，开始对我做笔录，了解情况。
我拿出了当时给彩票店老板立的知情书和责任书，还有当时我求老板帮忙的录音，所有证据清晰明了。何婉柔颤抖着嘴唇，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，不可能的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明明是我中了500万啊，老板还让我兑奖了。邓轩拍了拍肩膀上的灰，留下一句订婚作废就要离开。我抬手拦住了他，掷地有声：警察同志，我要报警，有人损害他人财物，我要他照价赔偿。邓轩压着火气看了一眼这个泥坛子，迁怒地瞪了何婉柔一眼。林雨，几百块钱的事还用报警？你该多小气啊！你这样的人跟何婉柔真是绝配。知道我为什么同意跟他订婚吗？一是为了那500万，二是……说到这里，邓轩嗤笑了一声：我让你看看，你护在手心里的人，倒贴都要和我睡。何婉柔瞪大了双眼，身体脱力般倒在了地上。你说你一直爱着我，是你家里人不让你联系我。看见何婉柔失神绝望的模样，我心里没有一丝波澜。他可能忘了5年前邓轩因为他妈一句抱怨何婉柔的话，凌晨把他赶了出去。这样的人居然值得他念念不忘。既然如此，那邓先生先赔偿我镯子的损失吧。60万？什么？邓轩嘲讽的神色凝固在脸上。这么个破镯子60万，你想钱想疯了吧？我把鉴定书拿给警察，淡淡的开口说：邓轩，这个镯子是上好的和田玉，还是从清代流传下来的，你准备好赔款吧。邓轩一把抢过鉴定书，细细地翻过最后几页，强压住慌乱的心情，竟然咬着牙说：我明白了，你和何婉柔联合给我下套子，故意砸破镯子赖到我头上，我可不当这个冤大头。一边说，一边挤开人群跑了出去。我冷眼看着他的背影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这60万，邓轩一分都不能少给。何婉柔听到镯子价值60万，也愣在了原地，看着我欲言又止，努力挤出一个笑容：雨，你居然送给我60万的镯子，你才是最爱我的人。对不起，是我被邓轩蒙蔽了，这次伤了你的心，我以后肯定补偿你。我们和好吧，彩礼给1半就行。听到这些话，我只觉得好笑。何婉柔他们家简直是卖女儿，节假日的礼品上万，彩礼一加再加，不仅要房要车，连我爸妈住的房子都惦记上了。因为位置好，交通便利，居然要我爸妈拿出来给他弟弟当婚房用，真是好大一张脸。我同意给高额彩礼，是真的想给陪我5年的女孩一个家，甚至告诉她这是她中的奖，就是不想她有心理压力。我往后退了一步，面无表情地摇了摇头。何婉柔，从你背叛我的那一刻起，我们就没有可能了。我知道你一直拿我当备胎，当提款机，但是我以为总有一天你会看见我对你的好，但是我忘了，你是没有心的。当年你在外独自打拼，半夜被邓轩从出租屋里赶出来，第2天上班在楼道吃馒头，是我帮助了你，我给你资源，给你优渥的生活，可就是这样，养大了你的胃口。你从我这里榨取更多，等一有机会找到下家，立马就把我踹开。你这种人真不值得被爱。何婉柔从最开始的愣然到后悔，捂着嘴一直哭，一直道歉。我摇摇头，迟到的深情没什么用。何家父母听说500万是个误会，连我这个冤大头也不要他了，立马变了脸，以家里要接待客人为由，把何婉柔赶了出去。这个时候，我已经起诉邓轩，展开一场持久的拉锯战。因为从法院到古董店来回跑，我也和鉴定师于浅玩熟了。
她是一个很细心且内敛的女孩。第一次我送镯子过来，看见我脸上身上的伤口，主动问我要不要去医院。我摇了摇头，只想让鉴定结果快点出来。于浅抿了抿唇，去里间给我倒了杯热水，又给我拿来一瓶酒精，让我给伤口消毒。我那天浑浑噩噩，竟然忘了道谢。等终于起诉邓轩成功后，我提出请于浅吃饭，算是感谢他加班加点帮我出鉴定报告。在饭桌上，不免聊起镯子引发的一系列事情。于浅一掌拍在桌子上，比我愤怒，太可恶了！做人不能这样丧良心。在我惊诧的目光下，于浅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一双杏仁眼弯起，柔婉又清丽。你第一次送镯子来的时候，满脸都是血，坐在角落也不说话，我还以为你是混混呢。闻言，我忍不住笑了。有这么吓人吗？有啊，当时我都不敢跟你说话。现在呢？现在感觉你挺让人心疼的。于浅咽下一口甜点，眼里柔和善良。我喝了一口汤，慌乱地避开他的目光，一不小心竟然碰到手边的茶杯。于浅连忙扯纸巾帮我擦拭，没有烫到吧？突发的小意外让我们的距离靠得很近，目光相接之间，我看见于浅通红的面庞。我正想说话，却听见背后传来一道怒吼：“你们在干什么？”不知道从哪里冲出来的何婉柔死死瞪着于浅，活像抢了他什么贵重东西。我皱紧眉头，淡淡说道：“你有事吗？”我的态度似乎更加激怒了他，眼里快要喷出火来。他是谁？你们是什么关系？我心里好笑，何婉柔有什么资格质问我？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就看见于浅沉着一张白嫩脸庞。和你有关系吗？我是林雨未婚妻。你说有关系吗？你这个小三！我立马站了起来。我还没去找你，正好出去说。何婉柔立马希冀地看着我。雨，我就知道你还是爱我的。现在你只是被这个狐狸精迷了眼，你放不下我，对吧？我面无表情，倒是于浅脸下眉头，红润的唇抿紧了。只要你回头，保证不再跟这个女人联系，我就原谅你。雨，我已经给我爸妈说了，只要100万，你就能娶我。何婉柔喋喋不休的侮辱和谩骂，让我彻底没了耐心。够了没有？何婉柔，到底谁是小三？你心里清楚。本来我想给你留点体面，你自己不要，就别怪我了。先和别的男人订婚的人是你，现在你还敢从别人身上找原因？谈恋爱期间给你花的钱我不要了，但是你爸妈以结婚为借口从我这要走的钱，你们一分不差都得还给我，否则就法庭上见。我斩钉截铁地说完，拉着于浅就要走。最后，我现在和谁交往跟你没有任何关系，你对我而言只是陌生人罢了。何婉柔摇晃着头，拦在我们面前，哀求道：“雨，你别不要我，我只有你了。”我冷哼一声。何婉柔最喜欢用示弱的方式让我心软，装可怜已经成为她的底牌。被我挡在身后的于浅突然挽住了我的肩膀：“这位大姐，林雨现在是我的男朋友，希望你不要再来骚扰他。当然，也谢谢你不识猪，才让我有机会认识他。颜值高，身材好，专一，简直是神仙男友啊！”于浅将头轻轻靠在我的肩头，我们携着手走出餐厅。何婉柔在背后的目光几乎要将我们啄出几个洞。我听见她尖叫着：“林雨，我得不到的，谁也别想得到。”之后的日子里，我和于浅来往更加密切。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，我向他表了白，他埋着头不说话，却将头轻轻靠在我怀里。跟邓轩的官司我也打赢了，他们家卖了一套房子才凑齐赔款。
何婉柔家还想上门找邓轩要钱，说办了订婚礼就是一家人了。何婉柔弟弟要结婚，邓轩这个姐夫肯定要出一半。邓轩正因为赔钱这件糟心事在气头上，抡起菜刀就要砍上门要钱的何家人，却被何婉柔弟弟一个酒瓶抡在头上，头上顶着纱布，晕了好多天。出院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被辞退了。我把邓轩在酒店挑衅、摔破我镯子的画面发上了网，在舆论的攻击下，邓轩不仅丢了工作，甚至连门也不敢出了。很久没有来往的何婉柔突然联系我，说要给我还钱。于谦扯着我的衣角，说要和我一起去。我轻轻抱住他，别担心，我很快就回来，在家等我吧。何婉柔选的餐厅偏僻，进去也没有几个人。靠着窗坐着的何婉柔形容枯槁，一下子像是老了10几岁，身上穿的衣服也皱皱巴巴的。我不想评价这个爱过5年的女人，只是开口道：还了钱，我会去撤诉，从今以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。何婉柔见到我，死寂的眼里先是一阵激动，听到我后面的话，眼泪簌簌掉了下来，失神地看着我，不住抽泣着：宇哥，分手后我才知道你为我花了多少钱，我爸妈找你要的我都是不知情的，我没想到他们居然把彩礼要到了500万。现在想想，我才知道有多荒唐。爱情、物质你都已经给我了，我没有半点动情，甚至看见何婉柔跟从前那样哭泣，只觉得厌烦。都过去了，我已经有了新生活，你对我的伤害不是一句道歉就能原谅的。何婉柔抽出纸巾擦了擦眼泪：宇哥，我还想问最后一遍，你跟于浅真的快要结婚了吗？我点了点头。在一瞬间，我察觉到何婉柔的目光突然阴森，还没来得及站起来，下一秒就感觉脖子一阵刺痛，冰凉的液体进入身体，我的眼前朦胧一片。失去意识前，我看见何婉柔从包里拿出绳子，眼里一片冰凉。既然是这样，那就别怪我无情了。再次醒来，是在一个昏暗的小房间，手脚都被束缚在椅子上，面前站着何婉柔和邓轩。看见我醒了，邓轩一拳挥在我脸上，恶狠狠地说：在法庭上不是很猖狂吗？在得意呀！我被打倒在地，嘴角渗出血沫子，剧烈的咳嗽一下。我死死盯着何婉柔：你约我出来，根本就没想过还我钱。何婉柔手里拿着一把小刀，指向我的眼睛：还钱？你自愿给我花的，给我爸妈花的，我凭什么还给你？林雨，你知道我被你害得多惨吗？没了工作，爸妈不让我回家，你在法庭上要求退回的钱，他们全部让我偿还。为了活下去，干的活你知道多脏吗？我仰面倒在地上。你的悲剧不是我造成的，是你的家庭，你的贪心，让你变成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。听到我道破核心的一点，何婉柔更加疯狂了。她红着眼，拿着小刀朝我怒吼：是你，就是你，你养了我这么多年，为什么就放弃了？就因为我跟别人订婚了，我也可以和你订婚啊！我都说彩礼只要100万了，你居然敢和小三在一起，现在还想和他结婚？何婉柔满脸恨意，从桌上拿出一份协议递给我：你乖乖签了，我求轩哥放你一条性命。我被邓轩拖拉起来，上面白纸黑字写着财产转让书。我突然大笑起来：我签了，更是死路一条了吧？你真好意思说出口！邓轩猛地朝我心窝来了一拳：你要是不签，现在就得死！我捂着胸口喘气，挣扎着就要朝外跑，手刚放在门把上，邓轩一脚踢中我的肋骨，
骨折声清晰可闻。看来不给你一点教训，你是不肯配合了。何婉柔把小刀递给邓轩，满眼怨恨地看着我，锋利的刀尖直直向我的眼球刺过来。我下意识闭紧眼，砰！千钧一发之际，紧闭的小门被一脚从外面踹开。警察放下武器，真枪实弹的武装警察冲了进来，枪口指向拿着刀的邓轩和何婉柔。两人的脸色瞬间惨白，双手高举跪在地上。警察过来把两人带走。我朝地上吐出一口血沫子，冷冷地笑了起来。何婉柔，你不会以为我真这么傻吧？没有准备就赶来赴约，我一直开着直播呢。你们对我做的恶行已经被无数人看见并且传播。邓轩和何婉柔不甘地看着我，我知道他们在疑惑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。迷晕我之后，分明已经把我身上的电子产品都收走了。在两人仇恨的目光中，我把衬衣上的纽扣取了下来，赫然是一个微型仪器，有录像和直播功能。何婉柔还在不死心地喊叫：林雨，你居然敢害我，你太有心机了！医护人员搀扶着我站起来，处理我身上的伤口。拼命挣扎的何婉柔和好像已经认命的邓轩被警察带走。半个月后，法院开庭，邓轩是主犯，涉嫌故意伤人、敲诈勒索，被判了10年。听说开庭那天，何婉柔和邓轩狗咬狗，把脏水互相往对方身上泼。何婉柔坚持自己是被胁迫的，试图给自己减轻罪罚，最后还是免不了牢狱之灾。谁也想不到，闭庭的时候，一直面无表情的邓轩突然扑向何婉柔，死死掐住了她，怒吼道：都是因为你，明明是你提出敲诈林雨，现在敢把所有罪责往我身上推，你毁了我一辈子，你也别想好过。邓轩被拉开的时候，满嘴都是鲜血，眼里都是红红的血丝。躺在地上的何婉柔捂住脖子，被紧急送到医院。在抢救的过程中，查出何婉柔居然是艾滋病患者，并且时日无多。她申请保外就医，回家向他爸妈借钱，他爸妈拿着扫把，满脸嫌恶地把他赶了出去。在监狱服刑的邓轩听到何婉柔有艾滋病，当时就吓得尿了裤子，一直往外面吐口水。他运气不好，咬伤何婉柔脖子的时候咬破舌头，沾染上了何婉柔的血，也确诊了。听说那几个晚上都能听见他的骂声。明明我有大好人生的，我快要升职了，是那个女人拿着彩票来找我，说她中了500万，让我跟她订婚，她给我买房买车，而这些跟我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我和于浅结了婚，有了小宝宝，日子过得幸福圆满。在于浅的支持下，我继续创业，坚持我的梦想，正好走在风口上，大赚了一笔。除夕这天，我带着一家人去三亚过年。在飞机上的时候，我收到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：宇哥，我快要死了，你能来送我最后一程吗？配图是医院的抢救室和病危通知书。我吐出一口浊气，将心中的怜悯和怨气彻底清空。就这样吧，人死如灯灭，就当从来没有认识过。我把短信和照片删除，号码拖进黑名单。身旁的于浅和女儿已经陷入沉睡。我俯身在一大一小的额头上落下轻柔一吻，现在才是我最好的时刻。窗外灰蓝色的光影辉映，一家人温馨的模样映在玻璃上。飞机在跑道上滑行，在螺旋的轰鸣声中冲入云层中。又是一个新年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
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